欢迎来到早晚听书，与书同行，智慧相伴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叫《人情与面子：中国人的权力游戏》。这是一本专门解读中国人所谓面子问题的书，解释了中国社会交往的游戏规则。先给大家讲个关于作家鲁迅的段子。大家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学过的鲁迅，好像是个特别严肃、特别愤怒的人。其实鲁迅很幽默，经常讲些玩笑。比如他说，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儿，中国精神的纲领就是面子，只要抓住这个面子，就像揪住了阿 Q 头上的那根小辫子，牵他往东就往东，牵他往西就往西。大家在生活里是不是经常会说到某个人脸皮厚不要脸，或者说这件事办得有面子，那件事没办好，丢了脸？脸本来不过是长在脑袋正面的一个身体部件，可是中国人说的脸绝不单只是生理上的，它含义的丰富远远超出我们想象。不信你看，外国人简直没法理解，关于脸我们有这么多种说法，丢脸、长脸、脸皮厚、没脸见人，还有要面子、给面子、体面、留点面子、看我的面子。弄明白脸和面子，您就弄懂了中国人在交往和办事时内心世界的运作原理，并且弄懂了中国官场和生意场的潜规则。今天我们这本书就来深挖一下中国人的面子问题。这本书的作者黄光国是中国台湾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家，美国夏威夷大学心理学博士，创办了台湾大学心理学系。从前大家讲厚黑学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这本人情与面子却告诉你行为背后的原理，而且它还是一本用中国话来讲中国人的书。可别小看这点，平常我们说起心理学，无非是学习西方用外国人发明的名词术语来说话。西方学者一般都是用欧美国家的大学生做实验，研究出一套又一套理论。可是黄光国觉得这些理论拿到中国往往不合适，因为西方人讲究个人主义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单打独斗，而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却是关系主义，亲朋好友一大群，两者很不一样。作为台大心理学系的开派祖师和亚洲心理学界的带头大哥，黄光国一直提倡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心理学。这本书的背后还有一个好玩的八卦，人情与面子原本是一篇论文的题目。1983年海峡两岸第一次恢复学术交流，大陆和台湾学者一起到香港开会，大陆方面来的有著名社会学家、第7、第8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。黄光国得到消息，特意写了这篇文章，要和费老来一场华山论剑。要说那次高手过招，其实进行得相当仓促，当时也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。可谁知他的影响力慢慢发酵，最后一发而不可收，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引用。一来二去，这篇文章居然奠定了黄光国后半生的研究路数。通过《人情与面子》这本书，作者告诉我们两件事：第一，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、能力、成就的认可；第二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，像是仁、义、礼、孝等等，其实都是在解决怎么分配资源的问题，或者说是在解决给谁面子、不给谁面子、给多大面子的问题。下面我们来详细说说这两个观点。面子是全书围绕的核心。要说大家平时也都知道面子的重要，可就是谁也说不清面子的定义。因为面子这个比喻很抽象，它既看不见又摸不着，全靠你的感受。想当年，特别擅长洞察人性的作家林语堂是这么说的：面子这个词不能翻译，也不能下定义。它好像是荣誉，而又不是荣誉，它不能用金钱购买，却给人一种实质的光辉。它是空虚，没有实际的，可是男人争夺它，女人为它而死，就是这空洞的东西，中国人靠它活着。你想啊，面子的概念这么玄虚，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真的照顾到别人的面子？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说说面子这东西，它到底是什么？作者说白了，面子是从别人眼里看出来的，是跟你有关系的人对你的接受和判断。黄光国通过引用一串实验，给我们总结了面子跟什么事情有关系。总体上看，面子和两类事情有关，一类是人的道德，比如履行社会义务，还有性道德等等。我们姑且把这类面子问题称为道德脸面。在道德脸面问题上，老人和小孩可以得到很多宽容，
我们常见一些老人不再拘泥于生活中的一些小节，并且自嘲老得不要脸了。又或者不懂事的小孩子争抢糖果，我们会笑骂你这孩子真不要脸。没有人会觉得我们说这种话时是认真的。然而若是一个壮年被人批评不要脸，他的态度显然不会这么轻松。还有一类关系到脸面的事情，是人在社会中的身份、能力。我们把这类面子问题叫做社会脸面。这类情况下，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，从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者声望。社会地位高的人，面子就大。我们说某人地位高，就是认为他有比较大的决策权，可以决定怎样支配社会资源。当然，地位高低是相对的，比如我的公司老板在我面前地位高，可在他自己的丈母娘面前地位又低了。更关键的是，社会地位带来的面子可以是真的，也可以是虚的。有些人会虚张声势，把自己伪装成地位很高的样子。比如皮包公司的骗子老板，其实并没有企业，可是他会张嘴闭嘴不差钱，甚至还会租上一间特别豪华的办公室，来显示自己的财大气粗。还有包治百病的江湖骗子，也都喜欢自封几个国学大师、海归博士之类的头衔。有些手段高明的人，能用虚的面子办成实事儿。您还记得马克·吐温的小说《100万英镑》吗？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，因为被大家误认为百万富翁，所以无往而不利，到处受到尊敬和欢迎，甚至凭借虚名赚到了大钱，娶到了白富美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流行这样的俗语：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见面只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我们刚说的这两种脸面的功用是不太一样的。道德脸面是一个人所固有的，没干缺德事就不会改变。可是这社会脸面却可以增加或者减少，可以交易，而且可以借给别人。我们常说给面子或者不给面子，还有借面子。比如假设我的小舅子惹了祸，我去替他说情，就会说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原谅他这一回吧。这个例子就是我把自己的面子借给了我的小舅子。比较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丢了道德脸面要比丢了社会脸面更让中国人难受。在中国人情社会里，面子的影响可大着呢，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格。面子关系到一个人在他的关系网里地位的高低，关系到他是不是容易被别人接受，还有他能不能享受很多特权。所以面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谁要是觉得自己失去面子，他就会自尊心受损，情绪不平衡。我们和人打交道时，即便不能给对方增添面子，也尽量不要伤害人的面子，否则他会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将来一有机会也让你的面子不好看。老人家教育我们，扬善公堂，归过私事，就是让对方有面子的好事要公开说，没面子的坏事要私下说。这几天过年，朋友聚会比较多，有的人喜欢在聚会上吹牛，就是为了挣面子，显示能力，提高地位。俗话说人间不拆，我们最好不要当面拆穿他的大话。另外插一句，在我们平常说起来，面子、脸面都是一回事。可是社会学家告诉我们，面子和脸两个词其实不太一样。面子在广义上可以包括脸的意义，但是在北方话里，脸更多指道德脸面，而面子更多是指社会脸面。请体会这两个词，没有面子是别人对自己能力、成就的认同受了损害，没有脸是自己的道德良心感到不安。社会上很多人对面子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脸，所以万一听到这样的说法，你可不必感觉奇怪，某人为了挣面子，用了些不要脸的手段，为了要面子可以不要脸。这是作者的第一个观点，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、能力、成就的认可。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观点，就是面子在我们的生活里管的究竟是什么事儿？说白了，它管的是社会资源怎么分配。假设你掌握着社会资源，别人求你办事，要是不同的人来求你，你的态度肯定不会一样。面子大的，你就多帮忙；面子不够，你就敷衍他。毕竟你帮人办事，肯定要付出你的资源，甚至要担风险、负责任。更不用说资源一共只有这么多，给这个人多了，给那个人就少了。所以这就要看你们之间的关系远近。你们之间很陌生，
那就纯粹是冷冰冰的工具性关系。比如你去超市购物和收银员之间的关系，去坐公交车和售票员之间的关系，都是工具性关系。相反，要是你们之间很亲近，比如一家人之间的关系，那就是情感性关系。又或者你们之间不远也不近，是这两种关系的混合。如果是混合性关系，你还要判断你们的关系中有多少工具性的成分，多少情感性的成分。关系不一样，办法当然也不一样。陌生人之间的工具性关系当然是公事公办，这叫公平法则。一家人之间的情感性关系，那是要多少给多少，这叫需求法则。父母抚养儿女，儿女孝敬父母，可不都是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，没办法计算付出和回报。至于不远不近的混合关系，就要看人情和面子了，这叫人情法则。那什么人的面子比较大？简单说，越是有权有势的人，面子就越大。这里权势指的是一个人手中所掌握的社会资源，不过有些人不是直接掌握社会资源，而是间接的。在中国社会里，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其实也是一种权利。我们都生活在一张张关系网里，如果谁认识很多能够影响别人的大人物，结交尽权贵，往来无白丁，那么他的面子一定很大。我们都能想象，这样的人出来办事，难免有些特权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出身寒微，他的面子显然比较小，你帮人办了事，他就欠了你的人情。人情债是要还的，这是一场交易。一方面，礼尚往来，人情才能长久；另一方面，你给人办事，往往付出的不只是资源，还有感情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常说人情债不好还。如果对方有权有势，掌握大量社会资源，或者人脉广，关系多，总之他能还上你的人情，你一般会比较情愿满足他的请托。如果你和对方感情疏远，又明知对方还不上你的人情，那你就很有可能拒绝他。可是直接拒绝未免伤面子，所以我们常见的反应是采取拖延的办法，让事情不了了之。中国文化重视和谐，强调不得罪人。总结一句，在中国人情社会里，面子问题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。上面说的好像就是些简单的小道理，其实不然，这个道理可以用来理解我们中国社会所奉行的儒家伦理。大家可能一听儒家伦理，就觉得很死板、很抽象、很高大上，其实说白了也好理解。作者黄光国觉得，儒家的伦理在本质上讲的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。我们看，儒家归纳出人类社会中的5种伦理关系，就是所谓的5伦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、君臣。儒家提倡处理这5种关系的原则是尊尊和亲亲。尊尊是地位的高下，亲亲是关系的远近。也就是说，儒家认为人与人打交道，应该按地位高下决定谁是资源的支配者，再按关系远近来决定资源分配或者交易的法则。是不是明白点作者的意思了？我们再看看儒家最重要的伦理原则仁义合礼。中庸上面说，仁者仁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义也，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也。翻译成白话就是儒家主张，我们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，要按照亲疏和尊卑这2个标准。对你应该亲近的人，亲密就是仁；尊敬你应该尊敬的人就是义。把人按亲密程度和尊贵程度分成等级，就是礼。我们进一步具体解释下，首先，作为资源的支配者，你要按照人的要求来判断你与求你办事的人之间的关系远近。儒家所主张的人，不是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，而是按照亲疏远近有所等差，近的是情感性关系，远的是工具性关系，混合性关系在这2者之间。接下来，根据关系的亲疏，恰当的选择采用需求法则、公平法则还是人情法则，就是义。最后，面对混合性关系，你应该在考虑利害得失之后，适当的决定怎样采取人情法则进行人情交易，而这种判断必须符合理。在仁、义、礼这个伦理体系中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，你要表达出对人的尊敬，同时也获得别人的尊敬。违背了礼，就要伤损面子，叫做失礼。失礼是一种表达歉意的说法，类似的道歉用语是对不起。对不起是一句中国味儿很浓的话。什么叫对不起？就是没有面子，没法面对别人。
要知道，面子的反义词是里子。比方说，你在跟人打交道时，心里会揣摩别人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于是你就表现成别人希望的样子，这样你就有了面子。要是你没能达成别人认为应该有的样子，那就丢了面子。好，现在你的行为符合理，符合别人对你的期待，你就有面子，能够面对他人。相反，你的行为不符合理，不能符合别人的期待，你就没有面子，愧对他人，所以要说对不起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的对不起是感到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受损，而外国人说的 I'm sorry 却是说自己感到罪恶感。一个为别人，一个为自己，很不一样。前面咱们说过了，中国人的面子一来跟自己的道德有关，一来跟成就有关。道德有好坏，成就有高低，要正面子就得把好的一面露在外边，坏的一面藏在里边。这就好像演戏，舞台上全是表演给人看的东西，至于不能给人看的，都藏在后台里面。19世纪的时候，有个美国传教士写了本中国人的性格，曾经在西方特别流行。那本书里边甚至说出中国人重视面子，是因为我们太喜欢看戏，结果把生活也当成了演戏。中国文化里，面子观念源远流长。公元前2世纪，西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时，就曾经感叹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，用法接近于现在我们说丢了面子，没脸见人。中国传统伦理里的其他很多观念也可以用面子来解释，比如儒家的孝道。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他父母的延续，父母的生命又是祖先生命的延续，所以我个人的面子也是包括我父母亲人在内的大我的面子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一样特色，就是家人之间有一种大我的一体感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而家庭之外的混合性关系之间，则一般是可以共安乐，不可共患难。一旦某人遇到挫折，别人就难免要跟他划清界限。儒家社会里，父母通常会鼓励子女追求社会所认可的杰出目标。孝道讲究父慈子孝，子女应当尽力追求成就，以满足父母的期待。有意思的是，退休老人一般会觉得子女事业成功，要比他们自己取得的成就更有面子。恰好相反，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则普遍觉得自己成绩良好，要比父母的成就更能带来面子。这可能是因为大学生正要走进职场，他们比较重视因为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挣来的社会脸面，而退休老人已经退出了职场，所以不再重视自己的成就，反而更在意因为血缘带来的大我的面子。好了，这就是作者的第二个观点。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，像是仁、义、礼等等，其实都是在解决怎么分配资源的问题，或者说是在解决给谁面子，不给谁面子，给多大面子的问题。听完这些理论，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人情和面子在社会中的一些表现。刚过完年，前几天大家一定忙着走亲访友，还有什么同学聚会、同乡聚会。这些人情往来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拉近关系，为了维护你的关系网。你认识一群人，这群人又认识更多的人，人脉关系就是你的资源。可你要是不经常走动拉拢，关系就渐渐淡了。过年时最容易看出人情远近，面子大小。为了以后办事方便，你得给长辈和领导拜年，存下一份人情。到领导家拜年，你可以夸夸他的孩子，这会让他感觉有面子。因为父母对孩子负有责任，他们是荣辱与共的。拜年不好空手上门，春节是礼品销售的旺季。中国人选购礼品的标准是随大溜，有知名度、能象征地位的品牌最受欢迎，其次是有民族味、中国风的礼品。礼品一般不必太有个性，流行才是最重要的。人情和面子在企业里是怎么表现的呢？刚才聊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决定了很多企业家的经营心态，进而决定了他们企业的组织形式。在他们的大型家族企业里，人员可以分成3个层次，最核心的高层是和老板关系最近的人，比如他的家人和少数亲信自己人。在中层管理人员层级，主要是老板亲信的自己人，很少有老板的家人，而最底层的普通职工则是和老板没有特殊关系的外人。想想啊，这3种人对老板和企业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可以说这是3种企业文化，一种是家族文化，讲究感情和责任；一种是次序文化，
次序就是等级的意思，讲究忠义和人情；还有一种是制度文化，你出钱我办事，讲究利害得失。而在外资企业或者建立了现代规章制度的中国私人企业里，明确的管理规章会让主管们依据公平原则与下属交往，带来更和谐的人际氛围、更开放的气氛、更强的团体认同感。在官场上，在企业里，最值得我们下功夫琢磨的，既不是亲如家人的感情性关系，也不是冷如陌路的工具性关系，而是可远可近的混合性关系。我们常说的某某人有关系，是关系户，指的就是这混合性关系。混合性关系有很多种，比如同乡、同族或者姻亲，都属于这种关系。我们有句俗话叫扛过枪的、同过窗的，同事和同学也是一种重要的关系。放宽一些的话，校友和同学是类似的关系。一般学历越高，同学关系就越重要。比如大学同学一般比小学同学亲近，除非那个小学同学是你从小玩到大的发小。有一种关系特别有意思，就是结拜兄弟。我们说起刘关张三结义，总觉得情比金坚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，人们往往只有在谈起背叛时，才会提到结义兄弟的关系。比如张学良还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呢，蒋介石居然关了他一辈子。两个人结拜是因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一定关系，并且希望强化这种关系，这说明结义兄弟的关系实际上并不比让他们结义的基础关系更亲密。混合性关系没有血缘作为基础，为了让这层关系更加亲近，必须增加人情往来，经常走动。拉近感情最常用的手段是在原来的一层关系之外再增加一层关系。比如一个单位的处长和科长之间本来是同事关系，两人为了让感情更加亲近，科长的女儿嫁给了处长的儿子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本书作者一直想帮助我们弄明白面子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。作者认为，面子的本质就是社会对个人道德、能力、成就的认可。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，像是仁、义、礼、孝等等，其实都是在解决怎么分配资源的问题，或者说是在解决给谁面子、不给谁面子、给多大面子的问题。他提出了资源分配、人情交易等几个关键词。要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，可以按贡献公平分配，也可以按需分配。在中国社会中，还可以根据关系的远近、面子的大小，按人情分配。拉关系、做面子的目的，就是尽量争取社会资源。这本书帮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心理基础。创造出面子这个词，是中国人的巧妙智慧。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早晚听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一起与书相伴，智慧人生。我们下一本书再见。